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江梦锦亲眼目睹自己老公和他的女同事在酒店里偷偷开房，当他去敲门时，两人惊慌失措的样子让他鄙夷的一笑：离婚吧。接着抬手甩给老公一巴掌，江梦锦才气呼呼地摔门离开。在娘家躲了3天，也哭了3天，直到闺蜜给她打来电话，江梦锦才终于冷静下来。闺蜜说的对，为何要惩罚自己，让别人痛快？伤害你的是别人，就该让他头顶戴绿，付出惨痛的代价，这样的报复才过瘾。闺蜜将江梦锦拉来酒吧，望着形形色色的人，她瞬间有些怂了。赵婉，这样不好吧？你已经提交离婚申请，认识新的男朋友，有啥不对？而且是你前夫有错在先，他能做的你为啥不能做？相信我，今晚一定能找到让你动心的男人。江梦锦猛地点点头，你说的对，他能找，我就能找。走进了酒吧，江梦锦只是一个人在喝酒，等到醉眼朦胧时，一个帅气的男人正朝她走来，走近了，才看清是同事楚逸恒。他们在不同部门有过几次交集，这个男人冷漠而又疏离，是个不容易接近的人。是你。他挡在人面前，让楚逸恒眉头一紧。这些天遇到太多的事，才想着来酒吧一醉方休，没想到竟遇到了江梦锦。是我，听说你被老婆背叛了，这与你无关。他想走，却被江梦锦扯住胳膊，我们是同病相怜，不如今晚咱俩在一起。理由，给我一个跟你走的借口。江梦锦猛咽下口水，才踮起脚尖地吻上他薄唇。我喜欢你。楚逸恒想要推开他，却被抱住了宅腰，无奈他只能被江梦锦牵着离开了酒吧。一夜风情后，楚逸恒在他梗子吻一下，我已经准备离婚，到时候我们交往，好吗？其实他也对江梦锦有好感，只是碍于已婚身份，所以一直隐忍。现在两人都要离婚，也就可以正大光明地表白了。是他们的另一半先背叛的婚姻，而他和江梦锦才是受害者。好，等我拿到离婚证就去找你。楚逸恒，我们都是被他们背叛的人，你不会骗我吧？他紧张地问。其实就算被他骗了，那又如何？人是他找的，也是自己推倒的。楚逸恒怨不得别人半分。楚逸恒在粉唇狠狠亲一口，我没有理由骗你。说完，他深情地吻上了她。这一夜注定是无眠的夜晚，两人忘情的纠缠，让彼此都深陷这份短暂的放纵里了。从酒店出来，江梦锦就收到丈夫的电话，说是要谈一下。两人约在了公司楼下的咖啡厅。再见面，江梦锦眉头一紧，看着对面的男人，竟只觉得陌生了。江梦锦，你要离婚可以，但我不能净身出户。那怎么分配？他鄙夷地反问。离婚后我也要生活，如果净身出户，我会活不下去的。在生活上，是江梦锦照顾的她多一些，在工作上，丈夫张延川也不是出挑的人，所以在两人结婚的这几年，家里钱基本都是江梦锦挣的，而她所挣的那点工资，也就仅仅够自己的日常开销，根本负担不了房贷和生活开销。江梦锦微顿一下，才缓缓地说：房子归我，现金给你20万，
其余的和车子都归我，同意我们就离婚，不同意就这么耗着，反正我无所谓的。你昨晚没有回家，也没去爸妈那里。江梦锦，你昨晚跟谁在一起？张延川冷冷地问。他也没犹豫，淡笑地说，跟别的男人在酒店共度良宵。怎么，你能做的我就不可以吗？我们还没离婚呢。张延川的脸色如猪肝色，手抖微颤了。是个男人都无法忍受自己老婆背叛吧？彼此，没啥好争执的。张延川，我还有个会要开，先走了。他刚要起身离开，就被他拽住了手。老婆，那个男人是谁？你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是吗？不是离婚的事，我拒绝回答。好，你多给我10万，我立马跟你离婚。老婆都跟别人睡了，张延川又是过错一方，只能痛快地同意，更何况他现在想娶别的女人了。下周一去办离婚证。就这样，维持3年的婚姻终于惨淡收场了。周六的晚上，江梦锦在公司加班，发现楚一恒也在他的办公室，正想过去说句话，就听到一阵的吵闹声，让他驻足了。楚一恒，你非要离婚，我就死给你看。是你背叛在先，难道不是你想离婚的吗？楚一恒冷冷地质问，让女人终于冷静下来。她抽泣地哭着，我是喝醉了才被张延川欺负的，事后也十分后悔，而且我已经跟他彻底断了。一恒，别离开我好吗？你是他的丈夫。江梦锦走到门口，一脸茫然地问。看他来了，楚一恒明显紧张了。你先走吧，工作的事明天再来找我。他正要关门，就被妻子刘云晓把着门框，气鼓鼓地走到他身边。你不能走，你就是勾引我丈夫的女人，对不对？无理取闹。江梦锦想转身离开，却被刘云晓抢先挡住了去路。我记起来了，你是张延川的妻子，你故意的在酒店闹一场，就为了抢我的丈夫，是不是？不等他回答，就抬手给了江梦锦一巴掌。幸好被楚一恒接住这一巴掌，他冷漠地看着自己妻子。刘云晓，你别恶人先告状，我们离婚的事只是我们夫妻的原因，与别人无关。好，那你让他离开公司，我就同意离婚。江梦锦苦涩一笑，我本来就打算离开，不用你们赶。他摔门离开公司，才坐上车就收到楚一恒的电话，却被他直接拒接，再打过来就直接关掉手机，眼泪已经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明明自己是被伤害的那一个，反倒成了做错事的，这份委屈让他只想逃离这里，找个无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了。周一终于熬到办离婚证了。江梦锦拿着刚办好的离婚证，释然的一笑，却看到前夫正盯着自己，犹豫片刻才开口。江梦锦，你是故意找的刘云晓丈夫，对吗？我是在酒吧随便找的，事后才知他就是你情人的丈夫，这样也好，彼此都不用纠缠了。可这样一来，刘云晓就要跟我分手。张延川委屈地叹口气，他不该婚内出轨，但自己对刘云晓的感情却是真的，现在被他这么一闹，自己就彻底被抛弃了。江梦锦淡漠的一笑，会不会是这样？刘云晓本来也没打算离婚后跟你在一起，只是为了得到他的某个目的。从那天的情形来看，刘云晓丝毫不想离婚，更像是闹一场，
来引起楚逸恒的在意，而他们只是陪着演了一出戏而已。张延川，我要走了。去哪？我送你，虽然离婚了，但我们也是朋友，以后有任何的事都可以找我帮忙。张延川热络的想要开车送他，却被江梦锦拒绝。婚都离了，我不想跟前夫纠缠不清。张延川，好聚好散，以后别见了。将房子交给房产中介，江梦锦就提着行李箱准备去外地发展了，却不想在楼下遇到了楚逸恒，两人再见面竟有几分疏离感。有事？他装淡定地问。你要去哪里？楚逸恒从车旁走近他，想要捏住小手，却被江梦锦躲开了，让他的手停在半空许久，才缓缓地放在他的行李箱上。我送你去车站。这一次江梦锦没有拒绝，他的车已经卖掉，最后搭一次顺风车也不算赚他便宜。车里气氛十分压抑，许久，楚逸恒才轻咳一声开口：对不起，那天让你受委屈了。没关系，也是我自找的，不过倒是歪打正着。他苦涩的一笑。楚逸恒见他这样，轻声安慰：你要离职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已经找到新工作。那我呢？他委屈的一皱眉。楚逸恒没有想到自己下定决心才跟江梦锦在一起，而他只是当他是排忧解愁的工具，用过就随手丢一旁，根本没有一丝留恋。你要我当你情人吗？楚逸恒，我们都是被婚姻伤害的人，难道你还要我做插足你婚姻的第三者吗？我已经要离婚了，是他突然反悔，不过我已经找律师，估计很快就能离婚了。江梦锦，我是认真的，等我好吗？江梦锦淡淡一笑，好啊，我在南城等你，你只要离婚了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不离婚就不行吗？你说呢？好吧。他委屈地答应，眼神里尽是对他的留恋。而此时的江梦锦却是选择视而不见，不是自己狠心，而是现在他们的处境并不适合再纠缠。楚逸恒送他到了火车站，临分别时，他温柔地将他圈进怀里，凑到粉唇亲一口，才依依不舍地看着江梦锦离开，一颗心都跟着被带走了。在这一刻，他才终于明白，自己是真的爱上江梦锦了。来到南城后，江梦锦就着急地租好房子，又在网上找新工作，忙忙碌碌的，时间过得也快。偶尔在夜深人静时，他才能想起楚逸恒，但很快就忽略了，毕竟他现在还未离婚，自己不该有的心思是该打住了。张副总，我可以打车的。他又一次想拒绝同事的好意，但天公不作美，刚才还晴空万里，现在竟下起了雨。下雨了，还是我送你吧。江主管，我只是想送你回家。好吧。江梦锦坐进了他的豪车，却发现后座放满了杂物，无奈他只能坐进了副驾驶。就看到张副总轻身向他靠近，吓得他紧张的想躲，却发现他只是帮自己系安全带。张副总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右手边有水，你帮我开瓶水。江梦锦答应着，就递给他一瓶水。接水时，他有意地摸一下他的手背，让江梦锦脸色一红，忙躲开了。而专心开车的张副总嘴角的笑意更浓了，他心里不禁暗暗发誓，今晚一定要拿下江梦锦。在一起共事1个月，
他已经被他迷得神魂颠倒，想要他的心一刻也等不了了。你口渴了，就自己拿水喝。我已经到了，张副总，你在路边停下就行。江梦锦话说到这里，张副总只能将车子停稳，见他想走，着急地扯住了小手。江主管，我正好口渴了，能去你楼上喝口水吗？他找一个理由，却被江梦锦直接揭穿。张副总，你不是刚喝了一瓶水？哦，哈哈，我只想喝口热水，肚子突然有点疼了。你不会这么狠心吧？张副总顺势挽上他的纤腰，不给反驳的机会，正想要偷亲江梦锦，就被突然冒出的人影吓到。张副总强装淡定地瞪着眼前男人，你胡乱看什么？没见过谈恋爱的。放开他！楚一恒冷冷地说，望向江梦锦的眼神也透着几分受伤。你是谁呀？张副总心里清楚，江梦锦进公司时已经离婚，所以根本不惧眼前男人。江梦锦嘿嘿一笑，这是我男朋友，张副总，今晚真的谢谢你，还特意送我回家。哦，不谢。张副总眼睁睁望着他们挽手离开了，心里说不出的失落，就差一步，自己就得手了。两人来到楼下的路灯下，江梦锦朝他一笑，好久不见了。他脸色有些凝重，微风吹过，空气里有浓重的酒气。你喝酒了？江梦锦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。话音刚落，楚一恒将伞压低，轻身吻上她的粉唇，肆意的亲吻，直到两人都气喘吁吁，才终于舍得松开手。江梦锦一把将他推开，可我听同事说，你并没有离婚，这才是他最伤心的地方。我们已经走离婚流程了，只是他多要100万，我现在还没有凑出来，不过很快就可以了。江梦锦，我只是来看看你，别赶我走行吗？他乞求的眼神让他终于软下来，进来吧。两人进屋，楚一恒握着一杯水，良久，才低声说，江梦锦，我对你是认真的，等我好吗？好啊，我才刚来南城，一心要想把事业做好，所以并不着急谈恋爱，只是你让我等你，总得有个时间吧，不能是一辈子。他苦涩的一笑，水汪汪的大眼望向了窗外，眼角微微泛红了，最不想让人看出他的软弱。楚一恒轻咳一声，等我到年底，我就来这个城市。你也要来这里？他一脸的疑惑，自己从未想过一个男人会为了自己来这里。楚一恒凑近他，在粉唇亲一口，才有温柔地抱住他。江梦锦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不是一句玩笑话。他灼灼地望着他，我等你。两人相拥在一起了，干柴遇烈火，很快就难舍难分了。又过去1个月，江梦锦因为要参加闺蜜的订婚宴，再一次的回到北城。本以为想给楚一恒一个意外，却不想因为头晕，他人先去了医院，竟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。我都怀孕了，你还气我，是真不想我好过。楚一恒一直拿姐姐没办法，刚要解释，就被大姐又一通数落，最后只能点头，我不该气你，对不起。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江梦锦脸色煞白了。她攥紧手中的化验单，自己刚查出怀孕，而此刻竟有种绝望了。男人果然都一样，说一套做一套，还难为自己在同一个地方跌倒2次。最后看一眼渐渐消失的影子，江梦锦决绝地离开，
她想自己此生不会再见楚逸恒了。在飞机场，闺蜜赵婉一脸不舍地看着她，梦锦，要不别走了，你现在怀孕，自己一个人去国外，我真的不放心。放心，我没那么脆弱。对了，我爸妈那边记得帮我多去几次，拜托了。临走时，将梦锦抱一下闺蜜，才含泪转身离开。这一走就是3年。要不是闺蜜要结婚，江梦锦或许还不会回来，毕竟父母都跟着去了国外，帮自己带孩子，那她更没有回来的期盼了。只是她没有想到，自己还能与楚逸恒再相遇，这是她做梦也不敢想的事。好久不见了。楚逸恒在婚礼看到是他，惊讶的眼神带几分复杂，想要靠得更近，竟被他倒退一步。楚总，3年未见，你妻子生的男孩还是女孩？分别时，那个女人刚刚怀孕，现在估计孩子已经3岁，上幼儿园了吧？我跟刘云晓在3年前就离婚了。他淡淡的回答。我知道，人不会只认识一个女人，我说的是另一个。他淡笑地说。另一个？除了你，我没有其他的女人。虽然从赵婉口中得知江梦锦已经结婚生子，但楚逸恒依旧忘不了她，分别3年，对她的思念却是与日俱增。只可惜一份真情终究是错付了。江梦锦也不拆穿，淡漠的一笑，怎样都好，我真的没想到赵婉的丈夫竟是你的大学同学，这缘分还真不一般。才回国第1天，他们就又扯到一起，江梦锦此刻只想逃离这里了。我们的缘分确实妙不可言。江梦锦，你的丈夫和孩子，他突然欲言又止，深邃眼里透着受伤，想要靠近他却没有勇气，两人就这么不远不近地凝望着。我有一个儿子，丈夫从来不存在。他的解释让楚逸恒脸色稍微缓和。那我可以再见你吗？楚逸恒，我早说过的，我受过婚姻背叛，就不会做同样的事，再伤害别人。你已经有了孩子，不管你们是情人关系还是朋友，我都没有打算牵扯其中。他想走，楚逸恒紧跟着出来，单手将他扯住。江梦锦，我再说一遍，除了你之外，我没有其他女人，更不会偷偷生个孩子。我这3年一直在等你。松开手。楚逸恒见他恼火了，终于松开手。这时天空下起鹅毛大雪，洋洋洒洒地飘在空中，十分的绝美。你喝酒了，我送你回家。不需要。他想挣脱开，却被楚逸恒扯到一旁的拐角，轻身强吻她的粉唇，直到怀中人儿气喘吁吁，他才终于松开手。江梦锦，求你了，别这么冷漠好吗？你真的要送我回家？他激动地点点头。好吧。两人坐上车，楚逸恒递给他一瓶水，喝瓶水，醒酒吧。还是你教我的，不要随便喝男人递过来的水。他苦涩的一笑。楚逸恒打开瓶盖，先喝一口，才又递给他。我真的不渴。他早已不习惯与他保持太亲密的距离，毕竟两人已经分开3年，自己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，也不喜欢吃回头草，就让往事随风而过吧。江梦锦，我不知道你误会了什么，但我对你是真的。我知道，感谢你的错爱。还有，我家就在前面的小区，别走岔了。他的冷漠让楚逸恒眉头紧皱，车里的气氛变得十分压抑，
为了掩饰紧张，江梦锦歪头望着窗外。相聚时是一个雨天，想不到再相逢已是3年后的冬天了。我能跟你回家，喝杯热水吗？他低声问。一旦遇到，楚一恒就不想放过他了。然而，江梦锦淡然一笑：“你和孩子来接我了。”他朝着树下的男人挥挥手，待两人近在咫尺时，江梦锦伸手抱住男人，温柔的笑容，亲昵的举动，让一旁的楚一恒脸色瞬间铁青了，给他一种一家3口的既视感，深深地刺痛了他。原来自己真的失去江梦锦了。刚才那位是你前男友？郑明把孩子交给他，才低声问。不过现在没关系了，谢谢你，郑大哥，帮我把孩子带回来。我这次回国开会，顺带手的事，更何况我很喜欢念东。郑明眼里透过几分炙热，想要更进一步。江梦锦把儿子当在中间，郑大哥，晚上开车慢一点。好，你也早早休息吧。临走时，望着他和儿子离开的背影，郑明嘴角闪过一丝笑，这种岁月静好的感觉，才是他一直想要的。可惜的是，江梦锦心里仿佛一直有一个人，不会就是今晚的男人，顿时让他有危机感了。某天，在医院的病房里，楚一恒今天来看朋友，却意外偶遇了那晚的男人。他正跟一个女人有说有笑，女人还趁机在他怀里撒娇，让楚一恒没忍住地走过去，抬手给他一拳，两人就厮打在一起，直到医院的保安来了，才将两人分开。你这是干嘛？女人气鼓鼓地质问。那要问他了，一边跟江梦锦在一起，一边还跟你谈情说爱，我现在打他还轻了呢。女人一听这话，竟没好气地笑了。郑明是我亲哥，我跟自己哥哥亲近一些，不犯法吧？而且我哥和梦锦姐只是朋友。对了，你又是谁？那昨晚的孩子。郑燕还没说话，就被郑明抢先地说，那是江梦锦和前夫的孩子，你是她前男友，竟然毫不知情。对不起，你的医药费我全包了。将一张名片递给郑明，楚一恒就匆匆跑出医院了。哥，这人有毛病吧？打了人就跑。郑燕气鼓鼓地说。郑明却有一股的危机感，微叹口气，燕子，难怪我追不到梦锦，原来他心里的那个男人就是他。哥，那你还不去找梦锦姐，别让她抢先了。郑燕推他离开，人早就在他心里。我这去晚了，你不是要加班，我去给你买晚饭。哥，现在还吃啥晚饭？我想要一个嫂子。那我去碰碰运气。郑明在妹妹的鼓励下，终于决定开车去找江梦锦，结果去看到他们俩一起走进了电梯，心一下子沉入谷底了。看来他与江梦锦的缘分总是差一步。来到小公寓，楚一恒这是第2次走进他家了，望着熟悉的人，熟悉的环境，让他动情地抱住了江梦锦，却被他直接推开了。楚一恒，你不是手受伤了？疼，你帮我包扎一下呗。他装委屈的将破皮的手伸到他面前了，望着血迹斑斑的手指，江梦锦转身回卧室，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急救箱，简单的帮他清理伤口，包扎好后才低声说，跟谁打架了？我以为郑明背着你找女人，我就动手打他，结果那女人是他亲妹妹，对不起，我给你惹麻烦了。
他委屈巴巴地说。江梦锦叹口气，才又开口：你已经是上市公司的副总，年薪几百万，何苦与我纠缠？我喜欢你，想跟你在一起。梦锦，在你去国外的这3年，我就靠着与你那短暂的美好活着，不然我早就成行尸走肉了。3年前，我去北城的医院，你当时也在医院里陪着一个女人产检，难道是我误会你了？江梦锦苦笑地反问。那是我大姐，当时因为我跟刘云晓闹离婚，差点让她动了胎气，你看到时候，我正跟她在医院保胎。听完这话，她却沉默了。楚一恒温柔地伸手摸上她的小脸，小心翼翼地问：梦锦，我们误会都解开了吗？她释然地点点头，对不起，这3年我一直误会，你是脚踩2只船的渣男。那你，楚一恒欲言又止了。你还记得在南城的那一晚吗？他笑着点点头。你昨晚看得到男孩，就是那天有的。楚一恒，江念东是你的儿子。真的。惊喜来得太意外，楚一恒抱住他的纤腰，深情地凑到耳边，低哑地说：梦锦，原来我们都误会彼此了，那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能交往吗？江梦锦没有回答，而是主动攀上他的脖子，凑近在薄唇亲一下，才又把小手放在了他的领口，轻轻一拉，两人就跌进沙发里，深情而浪漫的拥吻，让两人都沉沦在这份爱里，再不愿醒来了。一场风情后，楚一恒将怀里的人儿抱得更紧了，凑到额头吻一下，才深情地望着他：梦锦，你可知这3年，我想疯了你。我也想你。江梦锦笑着，用小手挑高他的下巴，四目对视。我不信这3年，你身边从未有过女人。爸妈给安排过相亲，都被我拒绝了。梦锦，我早就说过，除了你之外，我谁也不要。那刘云晓呢？楚一恒摇摇头，在你出国后，我们就离婚了。为了离婚，我属于净身出户，还搭上100万。她在离婚后，好像就找了男朋友，至于现在在哪，嫁给谁了，我一概不知。她并非撇清关系，而是对于背叛她的前妻，自己从来是能躲多远就多远。见她这么乖，江梦锦凑近在唇角亲一下，才一脸笑的单手扯开她的领口：楚一恒，你以后也会对我这么冷漠吗？不会。就算我背叛你了，也不会吗？他笑着问。楚一恒在他粉唇狠狠啄一口，才一脸得意地说：我不会给你想要背叛我的机会，因为我会足够对你好。那倒不一定。话说一半，楚一恒就强势吻上她的唇，肆意的亲昵，让江梦锦又一次沉沦，两人深情的又拥吻在一起了。今晚注定是不寻常的、难眠的一晚了。在交往1月后，楚一恒终于见到儿子了。父子俩互相望着对方，还是江念东主动抱住他的小腿：爸爸，抱。他认得我。楚一恒抱起儿子，狐疑地问：我手机有一张你的照片，就被他知道了。听完他的话，楚一恒蹲下身抱住儿子，另一只揽上他的纤腰，一家3口总算是聚在一起了。晚上，楚一恒哄儿子睡着后，才回到卧室，看着正在看书的人儿，凑近在粉唇啄一口：梦锦，你给我一个儿子，我该怎么爱你？江梦锦攀上他的脖子，笑盈盈地点一下鼻尖：这还不简单，每天爱我多一点。
楚一恒捣蒜般的点点头，还将一个银行卡放在他手心，这是我存的工资，现在都归你了。可我们还没结婚，我不能拿你的钱。江梦锦想要推脱，却被他强吻在粉唇，惩罚的吻过之后，才凑到耳边低哑地说：梦锦，你不要我的钱，就是不打算要我吗？当然不是。那就安心的收下，等我们见过彼此的父母，就商量结婚的事，你说好吗？江梦锦笑着点头，被他深情拥进怀里了。这一刻，两人是最幸福的了。然而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又会出意外了。两人交往了半年，正打算去见长辈，商量结婚的事，谁知这时刘云晓竟回来了。他手里牵着一个男孩，3岁的样子，让江梦锦在看到这一幕，直接从他手里抽出小手了。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江梦锦着急地离开商场，还没走多远，就被楚一恒扯住他的胳膊。梦锦，你别胡思乱想，那孩子不是我的。不对，这孩子是你的。你胡说。楚一恒眼神冒着杀气，但刘云晓淡然一笑，丝毫不惧地开口：我们离婚后的1个月，曾经待了1晚，你难道真的忘了？这话无疑是一把尖刀，直直刺向江梦锦的心口，让他脸色泛白了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楚一恒看他眼眶湿润，只能无奈地点点头。可是我不记得碰过他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别再追过来了。江梦锦甩开他的手，开车离开了。而站在寒风里的楚一恒冷冷地盯着刘云晓，为什么突然回来，还带着一个孩子？他也行知道一个真相，他是我们的孩子，你不该对他这么仇视。一恒，我现在没有住的地方，你能收留我们吗？刘云晓想要牵他的手，却被直接躲开。楚一恒冷漠地开口：现在随处是酒店，没家一样能住得安稳，想让我对孩子负责，除非拿出亲子鉴定的结果。楚一恒撂下一句话，无情地转身走了。他开车去找江梦锦，却在半路上接到赵婉的电话，说是让他别瞎跑了。江梦锦已经在他家里睡下，让他改天再找江梦锦解释吧，还说这事不好办，让他有一个心理准备。楚一恒将车子停在路边，眼神凝重的吓人，望着远方的路灯，心里想的只有江梦锦，根本挥之不去。看来他是爱惨了江梦锦。几天后，楚一恒主动约刘云晓在咖啡厅见面。一见面，他就开门见山地开口：刘云晓，你又被渣男骗光钱了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投资不利，把你给我的钱都给赔了。一恒，咱俩复婚吧，我们儿子都有了。刘云晓想要摸他的手背，却被嫌弃地躲开。楚一恒冷眼盯着他：刘云晓，你说实话，我可以再给你一笔钱，全当帮你养儿子了，但你要是执意骗我，或许1分钱也捞不着。刘云晓抽泣一声：一恒，明明是我们的孩子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去做亲子鉴定。好啊，现在就去。楚一恒起身就要走，却被刘云晓扯住了衣角。我承认了，这孩子不是你的，但你刚才答应我会给我一大笔钱。离婚后的那一晚，我想知道真相。刘云晓为了顺利拿到钱，将自己算计他的事一五一十地讲出来，以为是简单的谈话，所以丝毫没有想过保留。谁料在他说完后，楚一恒竟拿出来录音笔，淡漠的一笑：希望你讲的都是真的。
楚一恒，你为了哄江梦锦开心，竟然算计你的前妻。别忘了，他可是跟别人有了一个儿子，也没有多爱你，甚至只为了你的钱。明明到底是谁的孩子？楚一恒冷冷地问。刘云晓尴尬的一笑，既然不是你儿子，你就没必要深究了吧？除非你不想要钱，不然我有权知道在替谁养孩子。刘云晓无奈，只能说是我在酒吧找的一个调酒师，不过他现在已经消失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了。等着吧。啥？楚一恒结账走人，刘云晓急匆匆追出来了，就听他慵懒地说，我们毫无关系，我不会替你养儿子，想都别想。而且我已经告诉你爸妈，他们很快就能找过来。刘云晓，好自为之吧。不等他追上来，楚一恒已经开车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楚一恒问过赵婉，在得知他们正在海南度假，订了一张飞机票，决定千里去追妻了。然而在半路上，因为遇到狂风暴雨，让他坐的那班飞机竟然延期了。楚一恒焦急地等在候机厅，却意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小身影。你们是谁？为何带走我儿子？他冷厉地问。想不到竟让他遇到人贩子了，还是要偷走自己儿子，这不是在找死？你认错了吧？这是我儿子。一个中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剃光头的男孩，而他身后还有2个男人，看来是团伙作案。楚一恒想要摸手机报警，却被2个男人拳打脚踢地打倒在地，接着抢走他的手机，摔碎后直接丢进了垃圾桶。他们正想要走，却没想到楚一恒竟然又站起来，抬手抹去嘴角的血迹，把我儿子放下，不然我跟你们没完。女人看一眼身旁男人，抓紧解决掉他，我们还赶着坐车交货。说完，女人抱着孩子准备上出租车，却被楚一恒单手给拽到身旁，而女人手里多了一把水果刀，竟直直刺向他的手心，鲜血直流，疼得他眉头一紧。趁着空隙，女人抱着孩子上了车，而身后2个男人在分别踹一脚楚一恒后，也打算上车离开，却被他使出最后的力气，将一个男人硬是给拽下了车。把孩子给他。眼看逃不走，男人只能舍弃孩子了，毕竟他的命可比一个小孩值钱多了。爸爸，你身上好多血。江念东抱着楚一恒哇哇哭起来。没事，爸爸死不了。楚一恒将他紧紧抱在怀里，凑在儿子脸颊亲一口，失而复得的感觉让他憨憨地笑了。走，爸爸带你去找妈妈，咱们一家3口再也不分开了。爸爸，先找姥姥、姥爷。原来是从老人身边把孩子给偷走的，这些人贩子还真是可恶。伯父、伯母，你们放心好了，我会把念东亲自交到孟锦的手上的。儿子都有了，还不改口？楚一恒脸红的一笑，爸妈，见到孟锦就说是我说的，让他给你一个名分，不然我和你妈就不认她这个女儿了。是，一定完成任务。楚一恒牵着儿子的手，终于坐上飞机，准备去追他的心上人了。夕阳西下，海滩都被染成金黄色了。江梦锦望着渐渐走近的一大一小，笑着朝他们挥挥手。我都听说了，谢谢你救了我儿子。他感激地说。而站身边的楚一恒单手握紧他的纤腰，凑到耳边轻声地说，梦锦，
我为你手都受伤了，就换你一句谢谢。咱爸妈可说了，你要不给我一个名分，就不再认你这个女儿了。你有钱吗？他笑着问。楚一恒很认真地说，在南城我有一套别墅，在北城我有2套商铺，还有一个大平层公寓，之前给你的银行卡里面有300万，我还有一些股票和基金，若是现在提出来的话，应该也有200-300万。这些钱不算太多，但是我都可以给你。不结婚也舍得吗？他笃定地点点头。江梦锦攀上他的脖子，在耳边低语地说，结婚后我们就是一家5口了，你确定能养好我们吗？梦锦，你又怀孕了，还是双胞胎？他笑着点头承认。楚一恒温柔地抱起他，幸福地转圈圈，我终于又当爸了，这一次我可以守在你们身边，再不让你一个人面对生产之痛了。幸福来得很突然，但又在意料之中。分别3年，他们终于守在一起了。谁说2婚不会幸福？他们就是最美好、幸福的一家人。全剧终。